只是听到百里子陵的话后，即墨千舟却沉默了。上次抓仙海鱼儿终归是暗中行动，可百里子陵现在要做的却是光明正大的现身，这让他也是有些为难。因为眼下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可现在那些身份在他之上的大人们又恰好都在闭关，并且他也不知道闭关的地点在哪。他想请示也是找不到人，并且偏偏在那些大人闭关之前又下达过命令，那就是让他们都安分一些，除了正常寻找天才种下育婴外，不可做出格之事。百里子陵想这个时候出现在大众视野，相当于违背那些大人得到命令了。千舟叔叔，连你也不愿帮我吗？百里子陵问。子陵少爷，我当然支持你，只是此事非同小可，还是询问一下大人的想法。若是大人同意，那就算古派反对，咱们也不在乎。即墨千舟这话已是表明了立场，不用其他人同意，只要百里子陵的父亲同意，他便可以为了百里子陵赴汤蹈火。只是对于这个回答，百里子陵并不满意。千舟叔叔，我父亲此次闭关是为突破，若不突破不会出关，也不知何时才能出关，但我不想再等了。反正天下人本就知道我狱宗没有了7届圣府的借天染，整个浩瀚修武界又有哪个势力能让我狱宗忌惮？我只是想让世人知道我而已，真的这么难吗？百里子陵问。子陵少爷，其实我狱宗最忌惮的乃是远古种族，有一件事乃是我狱宗之内的秘密，连你都不知道。多年之前，在你娘亲刚刚怀你，而你还未曾出生的时候，你的父亲以及那几位大人曾在一座遗迹内遇到过一位神秘的高手，那人的实力极强，你父亲与那几位大人联手都不是那位的对手，是动用狱主大人留下的至宝才逃过一劫。听到这里，百里子陵也是目露好奇，那人是谁？是远古种族的人。这件事他确实第一次听说，可据他所知，狱宗的实力极为强大，尤其是那几位中立派的大人深不可测，而他的父亲也是后来居上，又成为狱宗的一大战力。狱宗的整体实力是极其恐怖的，是远远凌驾于各方天河霸主的。正因如此，其实在他看来，7届圣府也不足为惧。他之前甚至不理解狱宗为何迟迟没有一统浩瀚修武界，可现在竟有人击败了那几位大人以及他的父亲，这打破了他的认知。不知是谁，也没有露出真容，但此人武力极其刚猛，不像是当今浩瀚修武界任何一方势力的人马，因此几位大人猜测很可能是远古种族的高手。即墨千舟说道。远古藏得这么深？百里子陵若有所思。是，远古种族到底有怎样的力量，如今还是未知数，至少能够确定，现在出现在视野中的远古种族看似强大，实则根本无法代表远古种族真正的力量。而当今时代，神之时代出现，这浩瀚修武界必然要迎来一场血雨腥风。我狱宗向来只做自己的事，不参与浩瀚修武界的争斗，因为只要我狱宗事成，这浩瀚修武界自然也就无人是我狱宗对手。可现在这种时期，就算我狱宗不插手他们的纷争，也难以保证就真的能过得安生。实际上，天下人视我狱宗为邪门歪道，也不是1日2日了。我狱宗之所以能安然无恙，凭借的也是实力。若是没了让人忌惮的实力，那必然会有人以正义大旗为幌子，对我狱宗出手。这件事，借天染就做得出来。借天染这个人实力一直有所隐藏，但我们猜测他的实力就算有所隐藏，也必然没有强到足以撼动我狱宗的地步，否则他早就动手了。可此次神之时代，他的表现竟盖过了一众小辈，尤其是在楚风离开神之时代后，他似乎是最有机会获得神之时代力量的。若真是被他得到这力量，他绝对会对我狱宗出手。当然，除了借天染，远古种族那神秘的高手也同样是威胁。这也是为何你父亲以及古派以及中立派那几位会在这个时候闭关的原因，为的不只是修炼，而是为了我狱宗，让我狱宗能够自保，能够活下去。即墨千舟语气沉重，因为未来局势确实连他都感到不安。百里子陵没再说话，可那个眼神不像是想放弃的意思，显然他的这些话相当于是白说了。于是即墨千舟继续劝道：子陵啊，如今大人们都在闭关，若真的出现意外，我怕我保不住你。千舟叔叔，您不已是天神境吗？一个区区楚风有何可惧？百里子陵问。子陵少爷，你怎么没听懂呢？我不是惧怕那楚风，也不是惧怕当今势力，而是怕远古种族还有隐藏的高手没有进入神之时代，也还留在这修武界之中。子陵少爷，我们只要一直在暗处，那起码是安全的，可若是暴露，那便将直面危险。即墨千舟道。就比如那楚风？百里子陵忽然问。即墨千舟先是一愣，但却也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是，可他不也没死吗？他都做得到的事，难道我就做不到？百里子陵问。子陵少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件事我真的做不了主。即墨千舟很是为难。我已决定，除非千舟叔叔将我拦下，否则我会让世人见到我。百里子陵此话说完，便闭上眼眸，继续疗伤。唉。即墨千舟则是长叹一声，他的脸色竟颇显无助。他自然不会阻拦百里子陵，可却也害怕百里子陵遭遇不测。大人，可就在此时，远处传来声音，是狱宗的一位狱将正向此地飞掠而来。此时即墨千舟本就心情不好，他不能对百里子陵发火，这个时候有人送上门来，简直就是让他发火的。但他刚想愤怒的开口，那位却已然说话：不朽星域有变化了。听闻此话，即墨千舟顿时脸色大变，就连百里子陵也是猛然睁开双眼，
甚至站起身来。不朽星域乃是祖武天河的星域，但如今却藏匿在血脉天河。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当初狱宗最顶尖的高手联手催动狱主留下的至宝，将整个不朽星域从祖武天河剥离，从而带到了血脉天河。至于为何这样做，乃是因为不朽星域内蕴藏着强大且未知的力量。据狱主所说，那力量将成为能让玉婴发挥出真正力量的关键，但那力量如今是隐藏状态，想让它出现，却也需要花费太功夫。想要完成这一切，非常困难。首先，他们利用血脉天河的力量打造一座大阵，此阵可以用来淬炼不朽星域，从而唤醒藏匿于不朽星域内的力量。这座大阵尽管已有狱主打下的基础，可他们真正完成，却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完成。毕竟那是可以覆盖一座星域的大阵，尽管不朽星域并不是很大，可终究也是一片星域。何况并不是覆盖这座星域即可，还需要能够吸收血脉天河的力量，再融入不朽星域。只是就算大阵完成，可因为距离祖武天河太过遥远，这大阵也无法对不朽星域进行淬炼。好在狱主早就有了计划，留下了那能将不朽星域捕捉的至宝。这便是后面狱宗为何将不朽星域从祖武天河转移到血脉天河的原因，就是为了将不朽星域挪到位于血脉天河的淬炼大阵之中。淬炼大阵具有隐藏效果，所以不朽星域一直是隐藏状态。可只要淬炼完成到一定程度，不朽星域将进入新的姿态，它将自己吞噬血脉天河的力量。这种时候，隐藏阵法将会失效，不朽星域将会浮现，突然出现一片星域，这必然会引起各方势力的注意。何况这片星域还蕴藏诡异力量，能够吞噬血脉天河的力量。到了那个时候，整个血脉天河都会被影响，血脉天河的许多世界将丧失生机。这种事情若是发生，自然会有很多人阻止，所以他们必须守护不朽星域，直到隐藏在不朽星域内的力量彻底浮现，能为他们所用为止。可是现在，狱宗最强的那些大人们，为了应对浩瀚修武界未来的变化，都在闭关修炼。为了顺利突破，他们孤注一掷，这个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为了避免被打扰，就连身为御帅的即墨千舟也不知道那些大人在何处闭关。眼下乃是狱宗实力最薄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朽星域有了变化，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正常来说，不朽星域不应该这个时候有变化才对。根据他们之前的推断，不朽星域最快也要在万年之后才有变化，甚至多半更久。正因如此，即墨千舟以及百里子陵可谓又惊又喜，但更多的是不相信。你说的变化是什么变化？即墨千舟问。回禀大人，不朽星域吞噬血脉天河力量的速度开始增快，这已经超出了淬炼阵法能够提供的淬炼程度。这种吞噬速度还在增强，属下猜测是不朽星域内沉睡的力量提前觉醒。那位玉将说道：“你确定这种事若是错判，可是大罪？”即墨千舟道：“大人，这种事情属下是万万不敢胡乱猜测，也是观察了一阵子之后才确定的。大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因为吞噬的速度还在提升，要不了多久，隐藏阵法就会支撑不住，到时不朽星域将会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之中。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继续增强下去，人们将会感受到血脉天河的力量被吞噬，那个时候各方势力可能不会对于此事袖手旁观。”这位玉将的意思很明显了，不朽星域将众目睽睽之下吞噬血脉天河的力量，虽说这不会伤害世人，但却会毁掉血脉天河之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莫说血脉天河本就高手如云，其他天河的霸主也不会袖手旁观，毕竟这可关乎着一道天河的未来，他们狱宗必须要做好开战的准备。但是这种事情又何许他来说？莫说即墨千舟，就连百里子陵也知道其中的厉害。此刻即墨千舟看向百里子陵，可还不待他开口，百里子陵便说道：“我也同去。”好。即墨千舟应下。若真是这位玉将所说属实，那么先前的顾虑便可以打消了，因为不是百里子陵要暴露，而是整个狱宗都要暴露了。楚风离开后便找到了王强，他们顺利的拿到了凝神灵草，并回到了欧阳空羽的道观之内。楚风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欧阳空羽。欧阳空羽本来是不打算管这件事的，但在楚风的劝说下，还是给了楚风这个面子，将田明的家人留在道观内，至于其他村子的人也好办，随便找个安全的地方将他们安置在那里即可。反正之前的家园是不能回去了，莫说那片山脉，那个世界都不能回去了，这件事都不用楚风去办，王强便代替楚风去办了。不过在楚风离开的期间，欧阳空羽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如今就只缺这3颗凝神灵草。凝神灵草放入锅中，欧阳空羽便开始熬煮。此药一成，贾令仪必然会恢复意识。不过楚风小友你应该是有事情想问贾令仪吧？你是想确定贾令仪为什么疯？这件事与你奶奶是否有关，对吗？欧阳空羽一边熬药一边看向楚风。是的，前辈。楚风点头。那老夫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在这汤内加上几味药，这样不是让贾令仪直接恢复意识，而是让他恢复到疯癫之前的状态，也就等于是记忆回溯，让他自己呈现出疯癫之前的状态，也许能够直接让他说出发生了什么。当然这还要看你自己，你是想让自己询问，还是使用这个手段呢？欧阳空羽问。前辈，您这手段太好了，就按您说的办吧。楚风立刻应下。贾令仪这个女人如今单到仙宗都没了，
自己早已破罐子破摔，若真的让楚风询问，楚风也没有绝对把握问出来。而欧阳空羽这个手段反而更加有用。虽然只是贾令仪自己看到疯癫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楚风等人看不到，可通过贾令仪呈现出的反应，他们其实也能窥探出真相。